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发布报告，宣称发现中国试射了一种新式的高超音速武器，其设计构造可以说是异常的特别，很有可能是可以发射高超音速导弹的高超音速战斗机。一起来看看具体情况如何。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大洋彼岸的美国喜欢关注中国的高精尖武器发展，这样的情况放在今天来说已经算不得啥新鲜事儿。尽管绝大多数时候美军发布的关于中国高精尖武器发展的消息都是信口雌黄，胡扯一通，不是拿中国威胁论说事儿，指责中国破坏地区稳定和平，就是以此为借口吓唬国会老爷们并索要军费。只不过在某些时候，美军发布的一些中国高精尖武器消息确实还是值得关注一下的，其中有不少吸引人关注的地方。比如说最新传来的一则消息就声称中国搞出了高超音速战斗机，而且还是一款能空射高超音速导弹的高超音速战斗机。先来看看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的官方说辞。按照美媒的报道，五角大楼在日前最新的一份声明报告中宣称，解放军向南海海域发射了一个高超音速不明飞行体。由于美军在南海的侦测能力有限，只能追踪到大概的发射轨迹，却无法抵近观察，详细判明这个高超音速不明飞行体的具体信息和型号。但五角大楼的报告中却强调，更令人感到震惊的事还在后面。因为卫星追踪确认的情况显示，这个由解放军发射的高超音速不明飞行体在抵达南海上空之后，还进行了一次分离发射，并且从后续追踪的轨迹来看，这不是什么类似航天火箭抛弃掉一级发动机的那种废物分离，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二次发射。听上去可能有点乱，虎哥在这里给大家捋一捋思路。美军在报告中提到的如上这些描述，简而言之就是解放军发射的高超音速不明飞行体在抵达南海上空之后，又继续发射了一个同样高超音速的飞行体。也就是说，从陆地发射起飞的第一个高超音速不明飞行体，只是后续在南海上空发射的第二个高超音速不明飞行体的运载载具。由于美军这边只能观测到发射轨迹，缺少最核心的关键信息，所以目前在美军内部和美国民间分析中，对此事件有两种不同的分析看法。首先，第一种看法认为，中国试射了一枚可以进行二次分离发射的高超音速滑翔体导弹，并且不论是第一级导弹还是第二级导弹，都是自身携带动力源，可以进行全段变轨机动，突防能力十分之强，非常难以拦截。并且由于是分两级进行两次点火发射，有部分美国军事专家认为，这种新式导弹的射程将会前所未有之高，甚至可能会是高超音速滑翔体洲际导弹。再有就是第二种看法，即认为这个高超音速不明飞行体是解放军试验的一种新型高超音速滑翔体战斗机。这个概念就比较新颖了，简单来说就是有着高超音速滑翔体气动设计的载人战斗机，或者说是轰炸机。再具体细化来说，就是个地面发射可进行5马赫以上高超音速飞行，有人驾驶，还长着高超音速滑翔体气动外形的军用作战飞机。至于南海上空二次分离发射的第二个超音速不明飞行体，持有此观点的美国军事专家和美军军方人士认为，那是这架高超音速滑翔体战斗机发射的机载高超音速导弹，即高超音速运载机加高超音速机载武器，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双高超音速组合。有一点需要虎哥在这里给大家强调一下，就目前的状况来看，以上这两种情况到底哪个是实情，这对于五角大楼而言都不重要，因为不管真相是前后哪种，五角大楼都需要面临一个很让人尴尬又残酷的问题。这种双高超音速组合的打击模式以及其配套技术，美军现在别说是拥有，就连看都看不懂，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做到的。这一点光从五角大楼报告末尾附上的那句这种技术目前还没有国家拥有就能看得出来。简单来说就是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
要说美军这次发表的报告一通天花乱吹，确实是吹得厉害，但严格来说的话，美军这边最核心的内容也是全靠猜，加之也没有中国方面的表态回应，解放军已知的列装武器里也尚没有能企及此种先进水平的，所以到底是咋回事也不好分析。上一次英国媒体炒作解放军试射了可以环球飞行的高超音速核导弹，美国这边呢也是紧随其后煽风点火，大吹中国威胁论。我国外交部后续表态回应称，只是一次可重复利用的航天器试射而已。此次美军搞出来的这篇官宣报告和上次这事儿有相似之处，单靠美军的一面之词很难说明内在的关键问题，到底是航天器还是军事武器尚且不好说。不过归根结底却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中国的技术又一次走在了美国的前面。